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在这个时代，你为什么要学哲学？为什么呢？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啊？就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做题家啊，尤其是一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啊，我说的是一些啊，不是所有啊。就是你跟他们交流啊，发现他们除了自己的工作技能这个领域之外啊，好像就啥都不知道了啊。说他们啥都不知道啊，还不单单是说他们平日里面从来不读书，所以知识面窄啊，更多是说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思维水平啊，好像停留在孩童思维上，就是看待个事物啊，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满脑子阴谋论，或者陷入那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要么呢就是过度相信权威，要么呢就是盲目怀疑一切。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一种没有受过哲学思维训练的结果。他们有解题的能力，但是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他们能用技术解决一个定义清晰的问题，但是无法判断一个模糊问题该不该被解决，值不值得被解决，或者背后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当这个世界不再是标准化考卷的时候，他们的头脑无所适从，经常在复杂现实面前表现出某种聪明的愚蠢。当然啊，我们自己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啊，都或多或少是被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做题家，就做什么事情啊，都在试图寻求一种标准解题答案，以至于哪怕是毕业以后啊，在社会上碰上个啥事儿啊，都习惯性的以为自己还在学校参加考试，都还在期待有个标准答案。当然啦，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老板或者领导者会尽力啊，给我们设定一个定义明确、框架确定、边界清晰的工作环境，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寻求标准化、流程化的解决方案，或者更直白点说，在其中干活。但是对于做题家们而言，目前这个时代有一个坏消息是，就是那些能够解出标准答案的题目啊，越来越能被一种东西完美的解决。这个东西就是 AI。 大家要知道啊，像 DeepSeek 和 Gemini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啊，高考都能考600多分呢啊， DeepSeek 都能上清华北大呢。那 AI 会进一步取代那些定义明确、框架确定、边界清晰的工作的。因此在这个 AI 时代，如果我们不想被 AI 取代，我们更有必要打破这种做题家思维。这就要说回到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学哲学了。哲学是帮助我们打破做题家思维的法宝。大家知道啊，哲学这门学问啊，它不是在给定框架下解题啊，哲学是创造框架的学问。哲学提供的创造力啊，并不在于对现有问题进行简单的解答，而在于提出新的问题、新的思考框架和新的可能性。而这正是 AI 或者做题家做不到的地方啊。AI 或者做题家能够比我们更快速、更精准地计算标准答案，但 AI 或做题家不能像富有哲学思维的人那样去质疑旧的前提和范式，去创造新的问题。哲学能带给我们的能力啊，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从第一性原理看待世界。哲学啊，是一种重新思考的底层思维啊，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复杂多变的时代啊，我们越是需要通过哲学来建立一种不断重新思考的底层思维框架，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跳出旧有认知框架，识别表象之下的真正变化趋势。那为什么哲学能够具有这样的作用呢？这就要从哲学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科说起了。咱们这个大问题节目就是做哲学内容的。咱们这个哲学节目啊，收到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个反馈，就是怎么感觉任何哲学问题都是哲学家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啊？这个哲学怎么没有个标准答案呢？说哲学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呢就是一个哲学大问题啊，比如说我是谁啊，比如说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啊，比如说因果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哲学问题，同一个问题有3种不兼容的回答比如说休谟是这么回答的，康德是这么回答的，黑格尔又是这么回答的，3种回答各不相同，但听起来每个都还挺有道理的，你这就让人发懵了。那哲学问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小接受的应试教育就是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比如说像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这个重力加速度是多少光速是多少，或者质量与能量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有标准答案但是呢，这个哲学问题好像就没有确定的标准答案，好像怎么说都对。那这么看来，哲学还算是一门真学问吗？要理解什么是哲学我们就要追根溯源，回归到哲学诞生的时候，看它本来是什么样的，也就是回到古希腊。
其实大家要知道啊，中国古代啊是没有哲学这个概念的，中国从无哲学这一门类的知识。哲学这个中文词呢，是19世纪的日本学者西周为了翻译古希腊的 philosophia 这个词啊，于是就从中国古书里面淘了一个哲字来翻译 philosophia。那古希腊的 philosophia 的原意是什么呢？原意就是爱智慧啊，这个 philo 就是爱 ，sophia 就是智慧，合起来就是爱智慧。这个哲字在中国古书里面也有聪明智慧的意思啊，于是日本学者西周就用哲学来翻译爱智慧。但是呢，我觉得啊，无论是哲学还是爱智慧啊，都不是个正常的中文说法啊，听起来是文绉绉的啊，不是中文的人话。在我看来 ，philosophia 最直接的中文翻译就是求知，就是向知识求爱，对吧？这个 philo 就是求爱的意思 ，sophia 就是知识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求知。所以哲学啊，就是求知学嘛，就是广义上的求知嘛，就是想要把事情搞明白的冲动。所以啊，哲学没那么玄乎的，哲学就是求知。而这其中的关键词是“求”这个动词。这么看来呢，哲学啊，它不是一门学科，哲学是一个动词。在这个意义上啊，哲学是所有学科的母体。为什么说哲学是所有学科的母体呢？这就要从哲学作为一个求知的动作，是一个动词来说了。由于哲学是动词，它是一种求取和求爱的过程。于是，哲学就有了生育性，它生下了其他学科。这怎么说呢？我们要知道啊，在古希腊的时候啊，天底下所有的学问都叫哲学，因为哲学的字面意思就是广义的求知嘛。那当然，一切求知的行为都叫哲学喽。这现在的物理学博士啊，也都叫做 PhD 啊，就是哲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的意思啊。这也是承袭自古希腊的传统嘛。那哲学是怎么生育出其他学科的呢？我们刚刚说了，哲学是一个动词，哲学和所有其他学科都不一样啊。哲学不是按照内容来划分和定义自己的，哲学是按照动作来划分和定位自己的。这话怎么说呢？说哲学不是按照内容来划分和定位自己的，这意思就是说啊，研究这一类知识的学科啊叫做物理学啊，研究那类知识的学科啊叫做化学，那研究这一类知识的学科就叫做哲学喽。不是的，如果你非得按照内容来划分的话，那所有学问都叫求知，对吧？真正的哲学啊，是按照动作来划分的。哲学啊，就是求知和求爱的这个动作，就是这个探究的过程本身。只不过呢，对有些大问题的探究呢，探究着啊，好像探究出个确定的标准答案呢，或者就是对得出答案呢有了标准解法了啊，就是通过算术以及做实验的方法大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一致的，大家不再争论呢。那么对这个暂时能够达成一致的大问题的探讨呢，就从哲学这个母体中脱胎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按照内容来划分的学科了啊。比如说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等等，都是这么来的。而那些注意喽，那些暂时没有确定的标准答案，但是大家依然很关心的大问题，就依然保留在哲学探究的活动之中。这么看来呢，哲学虽然不提供确定的标准答案，但哲学却是追寻答案的动力。说到这里呢，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哲学和其他学科比起来总显得没有标准答案呢？因为哲学是个动词，因此它就具有了生育性，它生育出了其他学科。哲学它不是一门特定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哲学是原学科，是一种 meta discipline。哲学虽然并不一定会得出标准答案但是哲学作为原学科它激发了我们从第一性原理的视角去发现问题，去重新审视问题，而不是在别人给定的问题框架下去像一个做题家一样计算标准答案。那说到这个呢，我们就要说回到为什么说哲学能够打破一种做题家思维了。首先，哲学能打破做题家思维的关键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面对问题的姿态。这做题家呢，总是在追求确定性，他们习惯于在明确设定的框架下找出标准答案，而对问题本身毫无兴趣，因为他们只关注答案是否正确嘛。但哲学不一样，哲学从来都更在意如何提出问题，它训练我们关注的是问题的前提、边界和意义。其次，哲学作为一门原学科它不是具体的专业技能培训，而是一种通用的思维方法训练。
所以原学科呢，就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其他学科前提的学科。它教我们从更高的维度和更底层的思维逻辑去理解各种专业领域。比如说呢，哲学会教你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去思考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合理性。它会教你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去探讨法律制度背后的公正观念。它会教你在从事技术工作的时候去反思技术的应用边界和伦理问题。换句话说呢，哲学赋予我们的是一种底层的跨学科的反思能力，它让我们不仅知道怎么做，更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还有没有其他新的可能性。原学科思维带来的好处还在于就是它能够赋予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要知道在如今这样一个日新月异、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那些定义明确、框架确定、边界清晰的问题已经逐渐被 AI 所取代。而人类的优势呢，正在于能够处理那些不确定的、模糊的和复杂的情境。而正是哲学的原学科思维，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情况，让我们不再害怕问题不明确，也不再害怕没有标准答案。有了原学科思维，我们反而能够主动地去创造问题的边界，定义问题的框架，并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当然说了这么些哲学会给我们的赋能这并不是要鼓动你去大学里面报考个哲学专业你或许现在或者曾经主修的是一门比如说理工科的专业或者法学、财会、汉语言总之就是这些有明确技术应用场景的专业。但是你同时需要在业余时间学习哲学，因为哲学作为一种原学科，能够从更高维度加持你自己的主业。哲学能够帮助你从第一性原理上去理解你的专业。有哲学加持你的专业你就更能找到你的专业的那个更切中的问题意识。你会知道在你的专业里边哪些问题是重要的，而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它的来由是什么，它面临的第一性的境况是什么。好，既然要业余学习哲学，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学习哲学。学哲学一般有两种方式，或者叫做两种路径，一种是按问题来学哲学，一种是按哲学史来学哲学。按问题来学哲学呢就像咱们大问题节目这样就是把哲学分成各种各样的哲学大问题什么本体论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伦理学的问题然后呢，不同的哲学家提出的哲学理论呢也甭管他们在历史上是不是同时代的都共识性的拿来解答和争论。那这么学哲学呢就很好玩就跟咱们大问题节目一样我其实写一期大问题节目挺费劲的，因为是冲着做知识娱乐节目做的嘛，这反而比讲课更难这种节目呢，观众看起来呢确实就跟看娱乐节目似的，就是不同哲学家在那争论嘛。但是呢，这好像每次看完一期大问题节目以后就没什么收获感，因为这个每个哲学问题都没什么标准答案嘛，也不知道到底学了个啥。而另一种学习哲学的方式呢，也就是按照哲学史来学哲学也就是按照编年史、按照人头史，从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的哲学思想讲起，到赫拉克利特，到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然后到中世纪，到近代的休谟、康德、黑格尔，到现代的尼采、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等等等，也就是顺着时间轴，把从古至今的各个哲学家的思想都捋一遍。那这样学哲学呢，确实比较全面也有系统性。但是呢，就这样相对比较枯燥，很容易让人学不下去。毕竟呢，我们业余学习哲学那并不是为了参加哲学考试或者发哲学论文我们学哲学是为了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启发，是为了建立原学科思维。所以呢，我今年开设了一门哲学课，这门课程叫做看透世界100个哲学大概念，开悟人生其实就是我用100讲来讲明白、讲透西方哲学重要的100个哲学概念或命题比如说什么是存在即合理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平庸之恶什么是存在主义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那这些哲学概念和命题估计你都听说过，但是你真的理解它们是什么意思吗我在这门课程里面会把这100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或命题讲明白。这门课程的底层其实是西方哲学史，但是呢，又不是按照编年史或者人头史那样枯燥的讲而是把它模块化为100个重要的哲学梗来讲，对吧？这样就方便大家比较轻松愉快的学习，学了就能记住，就能有收获感，而且呢，你以后在写作交流表达的时候就能用上这些经典的哲学梗，对吧？这显得多有文化，对不对？我在讲授这些哲学概念或命题的时候那肯定不是单纯的词条解释你这个 ChatGPT 有人做到而是呢，这个哲学概念它的前因后果，它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被提出，以及它在后来被怎样的继承发展或者遭到批评，甚至它对我们今天的人的生活有什么启发，我还是按照这样的脉络来讲
总之就是让你觉得有意思，能学明白，并且印象深刻。我在互联网上做哲学内容也差不多10年了吧，我的知识水平有多高不敢说啊，但是把哲学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晦涩难懂、不说人话的学问，讲的让我们非专业的观众或者读者，能听明白，甚至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啊，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本领啊。所以呢，应很多观众朋友想要学哲学，但觉得自己读不懂的这个需求呢，我出了这门哲学课。课程的报名地址呢，就在评论区的置顶链接那里啊。目前这门课程刚刚上线啊，赶紧趁这个时候买，还能享受早鸟价减免100元，先到先得。而且呢，你报名这门课啊，还有机会加入一个学习小组啊，我会在里面答疑。大家报名的人多的话，大家在学习小组里面一起讨论哲学，也热闹点嘛。当然啊，这100讲的哲学课其实已经很多了。但相信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啊，他们想更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哲学啊，那还得像上面说的啊，你得从头到尾读完哲学史。那对于这些朋友呢，我们也提供了增值服务，就是在课程之外也开设了一个西方哲学史的读书班。我和其他一些哲学专业的领读人每周1场，然后用半年的时间带着你一起啃完一本西方哲学史啊。如果对读书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后台私我读书班3个字。如果你正在努力提升自己，希望跳出平庸，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面寻找真正的洞察力，那你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学习哲学。这学哲学啊，不是让你变成书呆子啊，而是让你成为有判断力、有底层视角、有独立人格的人。你要是能从头到尾看完这100讲的哲学课啊，希望能够赋予你一种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勇气与智慧，让你在 AI 时代不再恐惧被取代，而是懂得如何去创造、去定义、去把握属于自己的生活。好，我们下一讲就进入正题啊！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所有西方学问的底层基因，让你在学习科学、哲学和神学的时候能有一个底层认知。我们下一讲见。课程的报名地址请见评论区的置顶评论。趁这个时候报名呢，还能享受减免100元的早鸟价优惠，先到先得。